你知道吗？久居室内，灵气消失，人不能总是在家里待着，哪怕你没有事儿，因为在家待的时间长了，大脑会变得迟钝，会胡思乱想，而且你的消极情绪会比较多，所以千万不要长期待在家里。人长期待在家里，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要想毁掉一个人，你就让他在家里待着，什么都不做就够了。因为我们长时间处于单一的环境中，会影响心理认知，思维会逐渐封闭，大脑也会变得认知很乱。典型的表现就是你会觉得大脑一直很懵，行为也会随之变得懒惰，反应力也会变慢，久而久之，人就变得很烦躁，很压抑，甚至有些人会生出一些偏焦虑或者抑郁的思维倾向。所以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朋友，都要多鼓励，多走出家门，哪怕是去户外发呆，你也能呼吸新鲜空气。长期宅家的后果就是失去灵性，变成彻头彻尾的呆子。黄帝内经说，人应与天地之气相融，天地能量也就是灵气，其实就是宇宙万物之气，日月山川之精华。长时间待在室内，缺乏与自然界的联系，人体就不能从大自然中获取能量，从而导致身体和心灵的枯竭。所以我们应该走出室内，借助大自然的阳光和美好，让身体和心灵得到充分的滋养与放松。人生如行船，若无风帆推动，便只会在原地徘徊。正如许多人喜欢宅在家里，享受着那份舒适与安逸，虽短暂悠闲，却像一杯甜而无味的水，越品越觉得缺乏生气，生活没有意义。一位著名诗人曾说，宁可累死在路上，也不能闲死在家里。人生在世，唯有走出去，打破自己的限制，方能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宅家。《吕氏春秋》有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长转的流水才能清澈见底，长转的门轴才能避免腐蚀。整日宅在家里，思想会僵化，行动会丧失，麻木自我，久而久之，疾病找上门来，精神状态也一落千丈，失联在社会之中，活在自己的梦里，是在自取灭亡。柳云逸自幼聪明好学，家境虽不富裕，但父母省吃俭用，全力支持他读书求是，梦想着有朝一日他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寒窗苦读，柳云逸的学识日益精进，乡邻皆赞其为文曲星下凡。科举之日，他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途，一路上他风餐露宿，吟诗作对，与各路才子交流切磋，可世事难料。科举放榜之日，
柳云逸的名字并未出现在金榜之上，反而因1分之差，遗憾落榜。回到家中的柳云逸变得沉默寡言，他不再触碰那些曾让他废寝忘食的书籍，也不再与朋友谈诗论道，终日将自己关在书房内，对着窗外发呆，或是借酒消愁，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漩涡，对周遭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到了最后，竟变得神神叨叨，常常自言自语：我这一生也就这样了。一个人最大的悲哀，该前进时不断退缩，该奋斗时沉溺现状。生活从不会给你重来的机会。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生不该是一潭死水。一个人面对世界时，需要的是窗子，探出窗子向外看，是最好的养生。唯有吸收新能量，不断行走，才能摆脱坏运气的束缚，收获新的精彩。而真正的强者，主动打破舒适圈。历史上成就非凡的李鸿章也曾是个图享安逸的人，他十分爱睡懒觉。有一次曾国藩邀他早餐，他随口答应后又继续睡，而耐心等他醒来的曾国藩见他慢悠悠的模样，顿时愤怒拍桌离去。这一拍让李鸿章醒悟，开始改变自己的懒散安逸的生活。心理学上有一个花盆效应，舒适的环境中待久了，就会不思进取。一个人越待在家里，越是无所事事，就会变得越来越懒，安于现状，如同机器一般，上演同一件事情，最后人颓心散，放纵自我的人，注定只能出局。道光18年，28岁的曾国藩踏入仕途，荣获翰林院庶吉士。然而在荣耀面前，多数人选择安逸，他却独树一帜，坚持自律。曾国藩每日以日记自省，这一习惯贯穿了他30年的生涯，成为他不断进步的基石。他制定了日课12条，无论多忙多累，都坚持完成，以此鞭策自己不断前行。晚年时，尽管公务繁忙，他仍不忘学习，常秉烛夜读，活到老，学到老，成就了曾国藩末世圣人的地位，从而享有千古完人的美誉。韩愈在《进谢学》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所有你偷成功的懒，都会成为你前行的拦路虎。要知道，强者从来不是那些永远顺风顺水的人，成功的人懂得熬，失败的人懂得逃。打破自己的舒适线圈，才能反败为胜，不断爬行，视野越开阔，人生才越广阔。狠得下心自律，人生方能出众。3. 人生的出路，走出去才有路。有位青年科举落榜，心灰意冷，终日躲在家中哭泣。
一日，老者来访，问山滑坡时你如何应对？青年低语，向下逃。老者笑答，那必丧命，应向上奔，勇敢面对，方有生路，世事皆同。青年闻言顿悟，向老者深鞠3躬，擦干眼泪，重新翻开书本。上李邕诗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大鹏展翅，乘风破浪。正是因为他敢于追求远方，才得以飞越山川海洋。犹豫是成功的天敌，它让你错失良机，停滞不前。与其等候命运的馈赠，不如主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只有经历了风雨，才能见到彩虹。只有主动出击，才能抓住机遇。俞敏洪在第2次高考失败后，面临留在小镇当老师的提议。虽然生活稳定，但可能贫困。然而，他母亲坚持让他继续备考，甚至冒着大雨为他寻找辅导班。他告诉俞敏洪，不能被困在小山村里，要走出去。多年后，俞敏洪成功创立了新东方，捧出了200个企业家，创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孟子中云：人行千里路，胜读10年书。每一次外出都是一次新的发现，这些经历无论好坏，都会成为你宝贵的财富。双眼用来看世界的美丽，双耳用来听世间的喝彩，双腿用来丈量天下。千万别让他们闲置。北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人一定要多看世面，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风景，才能看得清前方。走出去，便不会被年轻抛弃；走出去，便能真正地活出自己。记住，出路在于行动，答案在于实践。别拖延，别等待，当下的你，整理好自己，多外出走走转转，别失了生活的勇气和斗志。人生短暂，时光易逝，世界很大，外面的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多彩。静待在家，时间会流逝，机遇也会随之远去。很认同一句话：船在港湾里最安全，但这不是造船的目的。人躺在被窝里最舒服，但这不是人生的意义。真正的强者不会被困在家中的一隅，而是勇敢地走出舒适圈。当你突破了自己，方能见证更强大的自己。也因为如此，人不要总待在一个位置一个城市，要多出去走走，见见世面，走运走运，出去走走，运气就会来。多结交新的朋友，新的贵人，改变自身的运气。长期宅在家里，能量不流通，整个生命状态是相对封闭的。延展的结果是不想运动，只想窝在家里，不想出门。
只想躺在床上，白天没劲儿，晚上睡不着，长此以往，身心淤堵，从而失去灵气。人是一个生命，始终在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天地之间，自然能量是大补，它远远超过人参。鹿茸，你花几万元去买野山餐吃，还不如体验一个礼拜，到自然环境中充电。因此，多出去走走，就能从天地中获得能量。人补。当你觉得状态不好的时候，立刻离开你的床，洗澡、化妆、弄头发，穿戴整齐出门。就算漫无目的的走走也行，晒晒太阳，看看路边有什么漂亮的花开了，观察一下树叶和草的样子，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如果可以，在树下坐一会儿，千万不要待在家里，玩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只会让你越来越累，偷走你的能量和气运。跟清静、舒服的人待在一起，对方的气场能带给你洗涤感，并给予滋养，这是一种大补。美好的人们就像大地跟清泉，接近他们，就会感到心神安宁。久而久之，你的精气神就会回来。自然补，多看绿色的东西，可以去看看绿植，青色入肝，养肝养眼。把眼睛从电子屏幕解放出来，好好休息，多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强化心肺功能，把浊气排出去，把清新之气吸进来，身体自然气血通畅，神清目明。脚踩大地，感受大地的能量，晒日光浴，拥抱自然，感受山间清爽的风，青草香味的空气。徒步、登山，光脚踩在大地，静静躺在草地上，也可以就着秋日晚风，独处20分钟，吸气吐纳，静静抚平心灵，感受山川湖海，一花一草。心静下来的时候，能量自然回归。美物补，千万别忽视衣服的暗示作用。穿睡衣就会懒散随意，收拾自己精气神1秒回归。美物能够养神，美物能够滋养自身，所以找一个今天，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漂亮一点，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内心愉悦的那一刻，养生又养神，状态佳美，神采奕奕，渐入佳境。状态佳美等于有活力，等于高能量。让自己动起来，让身心能量流动起来，就会盘有活所有灵气。别让自己失去灵性，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当你越来越专注自身的时候，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清醒，会攀登到一个新台阶，会和很多人告别，会刹那间想通很多事情。总之，让自己活在能量的顺流里，是保持身体健康和精神愉悦的关键。正如古语说，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当养浩然之气，
行光明磊落之事。再忙，我们也应该适当地走出室内，接触大自然的美好与正能量，让身体和心灵得到充分的滋养与放松。然而，为什么你会经常觉得累，干什么事情都没劲，打不起精神？其实不是因为你太懒，而是因为你能量太低，心力太疲惫。很多朋友都会面临一个问题，每天很乏，效率不足，精气神不够的问题。有的人身体好一些，上午精气神充足，但到下午感觉不能专心了。原因就是你的心力上的能量有所减少，处理的事情越多，越消耗身体的精气神。真正专注的人，身体会皮往上送。你的头脑是轻盈的，是能自动迸发出想要的一切的，这就是能量充足的体现。内经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要学会闭目静心的方法，哪怕几分钟都有效。在你最疲惫、最辛苦的时候，找一清静之地，双目闭合，眼睑下沉，调匀呼吸，一手丹田，慢慢地感受内心的能量是怎样的状态，有没有开始排空，能不能安静下来，亦或者是去有水的地方，去洗一下脸，听流水的声音，或是在有水流过的地方待那么一会儿，非常有效。比如泡一泡温泉，喝一点温水，观想你的烦恼都随着水流全部排空，水把你身体的污浊带走，消失，你的身体会一点点开始重新醒来。精神内耗时，你的身体会开始说话，告诉你它需要营养了。比如它会提示你离开当下的环境，因为超过它的负荷。比如当外界给你一种强烈的刺激的时候，其实你的精气神是在不知不觉地消散的。年轻人精力旺盛，不觉得怎样，熬夜也没关系，活力很足。但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不能乱耗了，因为还要做更多的事。如果乱耗的结果就是重新开始疲倦，身体开始僵硬，头脑开始混乱，甚至有缩小的感觉，不再感受到宇宙的庞大力量，还要花时间去养回来。此时赶紧放松，诵心咒。紧张、焦虑、恐惧的时候，要立刻提起心咒，记住是时时刻刻，形成习惯。如果你能形成习惯，梦里都是在用功的。不要被那鼓励占据不放，不要纠缠，不要强迫自己在最累的时候去坚持，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要慢慢来。你感觉最无力的时候，就是心咒都提不起来的时候，就深深的吸气，通过你的山根到头顶的位置，停顿5秒左右，有能力的可以更长，然后慢慢的吐气，用鼻子缓缓地吐出来。这是一种让能量流动的方法，恢复身体的能量。最重要的还是静的功夫。再忙，闭目打坐，哪怕5分钟的时间，
都可以让浮躁的心平静下来。心不观而自明，观自在。我们要学会观音的这个修行方式。你如果能保持什么都不想，但周围的一切都知道，让它发生，你如如不动，保持这种观自在的状态越久，精气就越来越充足。这才是修行的最重要秘诀。心是形神相互作用的媒介，神气清净则心和缓，身体健康，填和养神为要。你心乱动了，神乱动了，才一切乱动了。你心静下来了，身体静下来了，气才能充足。修行就是让这一切都不动，才能守住，给它转过去。一旦接上了这种感觉，那层无形的保护屏障就会出现，没有人会再打扰到你，搅动到你。身体的精气神太重要了，不要做那些伤你精气神的事，比如八卦、闲聊、刷无聊的视频，不随便评价他人，围观别人的事。忙时更要安住在自己的心间，静守，你会发觉能量就在一点点恢复。这个时候，心的外围屏障是闭合的，要训练这种功夫，不看、不听、不动，等到它满的时候，比较好的时候，再去做一件比较大的事，重要的事。这才是做事必胜的方法。如果感觉能量不够，立刻休息，不要硬撑。一个人安静下来，补好你的精气神，好好爱自己。做任何事都要关注自己的心，不要被事情本身控制了，忘记了心灵的状态。记住，一定要省，不要妄动。做什么事都要养成从容、按部就班、不急于求成的习惯。日久天长，浮躁的心就会沉淀下来，生命也就变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能量状态，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能量，总是根据我们接受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信仰而变化。我们的现实是由我们的能量状态创造的，因此一个人在物质层面上付出一些努力之前，花点时间提高他们的能量质量是非常明智的。这就是能量清理的意义，因为这个过程可以帮助你摆脱气场中的障碍，从而让生命力自由流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的愿望很容易表现出来，你的情绪状态得到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会变得更好，你的财务状况会蓬勃发展，你会进入心流状态。什么是气场？气场是一种无形的能量场，存在于我们身体周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能量系统，它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真实。我们在现实中体验的种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能量系统的状态，甚至我们的身体状况也是它的表征。究竟来说，我们自身能量的真实本质状态是神圣的无条件的爱，但由于负能量或低能量层造成的阻塞，我们无法体验到这种真实状态。
我们的能量以2种方式受到影响，一种是它从其他人、地点和事件中获取的日常负面模式，另一种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潜意识信念所创造的能量模式。清除负面的、固化的能量模式需要时间和巨大的努力，但这样做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持久而积极的转变。当然，我们每天吸收的负能量也应该被及时清除，因为它是上面2者的养料，日积月累之下，可能导致更多的限制性的潜意识信念。因此，清理的过程可以分为2个部分，一个过程就像拔掉花园里的杂草，另一个过程就像每天维护它，这样它就不会再长出来。总的来说，气场的清洁就是通过净化、平衡和释放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取的低频能量，以及通过日常精神事件来照顾好你的能量。你可以通过观察你的情绪感受来了解这一点。每当你感到沉重和不舒服的氛围时，你的气场很有可能需要进行一些清洁活动。接下来我就与你分享清理气场的3种技巧。1. 盐水浴。水不仅可以清洁我们的身体，还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不需要的低能量。海盐也以吸收负能量而闻名，所以你可以做的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在桶里混入一些海盐，然后用它或在浴缸里清洗你的身体。此外，您还可以使用精油、熏香和蜡烛来营造良好的氛围。洗澡时使用一些积极的，肯定也会有所帮助。例如，我现在邀请和允许宇宙无限的爱在我身上和我的整个存在中自由流动。我感受到神圣的爱正流经我，灌溉我，疗愈我，净化我，提升我。接地，你知道我们家里的电路是接地的吗？这样做是为了消除多余的电荷，否则可能会损坏电器。同样，也有一种精神上的接地方式，它将我们气场中的所有活跃负能量发送回大地。这是如何做的？1. 坐姿，背部和颈部伸直。2. 闭上眼睛，做几次深呼吸。3. 当你感到放松时，想象一束金色的光从上方流入你的头部。4. 感觉这束光无论流动到哪里，都能吸收你能量系统中所有的沉重和不适。5. 慢慢地将这束光从你的头顺着身体下降到脚，穿过你的身体所有部位，想象它带走了你能量场中的所有低频能量和不和谐能量。6. 当这道光到达你的脚时，想象它汇入大地，因此所有被带走的低频能量和不和谐能量都被送到了大地母亲无限的爱的能量场域中获得中和。为此你充满感激。7. 慢慢地睁开你的眼睛。3. 正念自然漫步。这对你来说可能看起来很简单，
但不要错误地判断它，因为如果做得好，它会对你的能量产生很大的影响。你所要做的就是在大自然中有意识和有觉知的漫步，这也可以是你住所附近的公园，但气氛需要安静，最好有高大树木。现在，这是重要的部分。当你在自然中漫步时，有意识地注意你看到的美丽景象，你听到的舒缓声音，你闻到的令人愉悦的气味，以及你身体的感觉。始终觉察自己，保持你处于当下的觉知状态。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专注于当下，以便你的思想可以从一直困扰你的不想要的想法中解脱出来。一旦你在每一刻都变得更加当下临在，你的气场自然会得到净化。静下来代表你开始减少能量的消耗，而虚才能开始从太空宇宙中吸收能量。而能吸收到什么样的能量，则取决于你的内心。你有什么样的内心，你就会感召到什么样的能量。这就是同气相求，物以类聚的道理。其实，无论是生命的过程，还是做任何事情，都是能量的收放过程。我们说，当一个人运气好的时候，他往往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因为这个时候他内在的能量是充足的。我们的能量消耗主要是通过起心动念消耗的，你每发出的一个念头都是通过能量的消耗来完成的。能量具有吸引性和传染性两大特性，相同振动频率的能量会互相吸引，引起共振。此外，能量还具有传染的特性。如何才能让自己时时刻刻拥有强大的正能量呢？这需要方法，需要智慧，更需要不断的练习。有缘人，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让生命充盈正能量的5个方法，建议你保存并点击订阅，以免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了。01，锁定好你的焦点。我们的生活，我们身上所拥有的正负能量的比例，完全是由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心态，及所关注的焦点来决定的。当我们能够掌控好自己所关注的焦点时，我们就把握了生命的主动权。能量法则最重要的原理就是，我们关注什么，我们自己就是什么，什么就会越多。如果我们向自己、向他人心上的能量滋养的也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越好。幸福、成功和喜悦将永远与我们相伴。而应对负能量，不要抵制，只能转化。能量原理中一项很重要的法则就是，我们抵触的东西，我们害怕的东西，我们试图消除的东西，都一定会持续存在。因为无论我们抵触什么，我们害怕什么，我们恐惧什么，我们都是在给它关注。而给他们关注，也就是意味着给他能量。所以，我们抵触的东西往往会持续存在，并且它的能量会越来越强大。3、管理好语言，视听与生活环境。我们的语言是一种频率极高的能量，
当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实际上自己也在被祝福；当我们在咒骂别人的时候，自己也在被咒骂。我们攻击别人，其实等于是在自我攻击，因为我们是最忠于自己感受的那个人。4. 分享带来更多美好能量。在一生中，我们奉献给予的越多，我们帮助的人越多，我们的生命就越有价值，我们的正能量就会越强。当我们利于付出，利于给予时，也就是生命凋谢的开始。5. 爱与感恩创造世间最大的正能量。感恩穿越时空，改变我们的过去；感恩塑造喜悦，彰显我们的现在；感恩梦想成真，创造我们的未来。正能量不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了解能量的流动韵律，在内心、人际、环境3个维度创造出你的正能量场域。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向阳而生。愿你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源源不断的生命能量，让身体得到充分的滋养与放松。永远要记住一句话：能量越强，命越好。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